就在3月末，同盟军和缅军在缅北重镇腊戌外围爆发小规模冲突，起因是缅军擅自进入了同盟军的势力范围。另外，北善邦军与同盟军也在腊戌以北的木邦南扎拉附近，由于设置关卡原因发生军事摩擦。同盟军与缅军这次的军事冲突，也是自1月中旬在中方斡旋下达成停火以来的首次战斗。我们知道，三兄弟联盟发起1027行动后，控制了缅北大片区域，尤其果敢同盟军光复老街之后，缅军东北军区就仅剩下木姐和腊戌到当阳连片控制区了。腊戌不但是缅北的交通枢纽，是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通往云南省的必经之地，也是缅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因此战略位置非常关键。就在爆发冲突的第2天，缅军方在内比都进行了第79周年建军节阅兵。虽然缅军方由于近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失利因素，被迫缩减了年度阅兵规模，但值得注意的是，敏昂莱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呼吁士兵誓言夺回在善邦北部以及若开邦和克钦邦失去的城镇。同时，缅甸军政府在实控地区提前全面征兵，大量扩充兵员，而同盟军方面也在爆发冲突之后向腊戌外围进行了增援。目前缅军在腊戌的兵力主力就是元老街、贵盖、木邦等地投降的约4000人，加上原腊戌68团、炮兵、工兵、通讯营等部队2000人，民团约1000人，加上近期补充的兵员，总兵力约有1万人左右。而同盟军方面在腊戌周边的部署，加上木邦县地方部队，总兵力超过5000人。如果腊戌战役打响，包括总部直属炮兵营、无人机大队、911特战大队这些同盟军直属部队也不会缺席，因此同盟军届时能参加腊戌战役的兵力超过7000人。另外，腊戌离三兄弟联盟之一的德昂军控制的南散镇和南渡镇也非常近，德昂军能直接支援10个营3000人左右的兵力，而若开军的火龙战区也能支援2个营左右的兵力，三方总兵力超过1万人，兵力上与缅军旗鼓相当。而从装备上来说，同盟军在1027行动中缴获了30-40门榴弹炮和几十门120迫击炮，可以在围城战中发挥作用。腊戌的缅军由于补给通道受阻，只有原来在腊戌的装备可用，只剩10几门榴弹炮和20-30门迫击炮，重武器方面是落于下风的。当然，缅军方有空军优势，但投弹不是很精准，而同盟军方面则有无人机优势。因此，如果腊戌战役真的打响，联军只需第一时间从西侧控制腊戌机场附近的制高点以及弄曼、美航一带，就能第一时间切断缅军补给。缅军失去了后勤支援，就会被完全压制。还有2大隐形兵力不可忽视，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北善邦军，虽然近期和同盟军在木邦设置关卡方面有摩擦，但其本身已经宣布加入春季革命，反对缅军方，而且在善邦东部的河绑连同博欧民族解放军和缅军有正面冲突，因此虽然不能和同盟军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但也不至于捣乱，不过很有可能会在缅军撤退后在腊戌周边的乡镇抢摘胜利果实。另外，当阳一线的缅军直接和佤邦接壤，虽然鲍有祥的佤联军一直宣称中立，但从实际行动来看，之前在同盟军进攻老街时，佤联军顺势拿下了原本由缅军方控制的连接其首府邦康市至缅甸政府区当阳市的曼乡大桥以及萨尔温江东岸桥头堡缅甸军方驻阵地。以上2地是缅军方长期牵制佤邦的部署，而且同盟军还做了顺水人情，把从缅军手中夺取的护板和班弄2地拱手送给了佤邦，佤邦也大张旗鼓地举行了交接仪式。虽然都是微操方面的动作，但也说明如果真的要拿腊戌，同盟军一定是和多方商议后的决定，佤联军到时也会给同盟军一定的助力。其实参考之前同盟军打老街的做法，我们不难发现真正攻城的时间不会超过1个星期。米线沟军分区的大量缅军是在孤立无援情况下主动缴械投降的，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测同盟军会采取类似围城打援战术，消灭缅军有生力量，逐步蚕食缅军在腊戌的势力范围，直到缅军无路可退。当然，同时也要注意，缅军和其他武装都在不断征兵扩充军队，后勤补给会越来越难。如果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必然会有一个双方都觉得不能承受，或者必须一战定胜负的临界点。同时，缅军方在其他地区失利越多，也将越快失去对腊戌的掌控权。而腊戌一旦失守，敏昂莱这个位置就很难坐稳了。当然，敏昂莱如果认清大势的话，还有一线生机，既能保住腊戌，又能坐稳位置。后期节目中会为您进一步分析。目前综合判断，腊戌周边的冲突会越来越频繁，直到导火索的爆发，而缅甸战事的整体走向会决定腊戌的最终归属。腊戌之战一旦打响，也会加速敏昂莱武装整体失势。